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 NC 小叶。今天这部影片带来更多有关于《战地风云6》的更新，还有游戏内异动的相关内容。好，那废话不多说，直接就进我们的改动内容。首先，一个重要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指派任务上面有一点改动。那这个改动只有3项啦，虽然比较少，对，但是还是有点改动，跟大家提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突击兵的指派任务，其中有一项挑战是使用肾上腺素之后取得30杀，现在变成3杀，所以就剩1/10哦，难度变很低，只要完成3次就可以了。再下一个呢是工程兵的专精3，它有一个任务是要求你在1场内维修载具6000点，现在只需要1000点，就是剩下1/6。然后再下来最恶名昭彰的狙击枪的任务，其中一个是要在200公尺外爆头150次，这不知道谁想的。好，然后现在从150次减到5次，就剩下1/30。然后他有说，在后续的更新之后，还会再把这个200公尺的距离再调低，所以有可能变成100公尺爆头5个，或150公尺爆头5个。所以大家解锁 PSR 狙击步枪不用再那么痛苦了。好，那以上这些改动应该是第1季的时候才会正式投入啊，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急着要解的话，你可以不用太急，等到第1季。接下来讲一下第1季的版本，就是 1.1.1.0 的游戏版本会有哪些重要的重大更新。首先，第一个重要更新是整体 movement， 也就是身法相关的改变。那这边主要改动呢，应该是针对动画方面的，包含更顺畅的落地动画，还有更快的站姿改变速度，还有更顺畅的翻越动作之类的，就是比较多动画相关方面的改动，让大家在操作自己的角色的时候看起来不会那么卡卡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减少这个弹跳问题啊。当你在落到一些东西上面或是重生的时候，减少它的弹跳问题。那这个弹跳不知道能不能很有效的完整解决目前马里奥跳的问题，相信大家应该有在玩都知道，有时候走过一台车或走过一个小土丘，你整个就飞3层楼高，子弹打不到就算了，还摔死，就非常的夸张。对，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完全解决马里奥跳的问题。再下一个就是武器散射，也就是子弹散射系统的重做以及修正。那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出过一个影片讲，就是还有那个跑步射击的那个 bug。那这个东西呢，官方也是确定会在第1季的时候正式修正。那更新档里面讲的是说，这次的调整是让所有的武器更能够在他们原本预设的交战距离中完美的发挥他们的功效，或者是说表现更稳定一些，就不会说因为你可能做了一些动作，或是有跳有滑之后，反而你的散射卡在一些奇怪的范围，就没有正常的做转换，这样子就是把这些 bug 全部都修掉，并且重新设计一下这个散射系统。那这个散射系统等一下应该还会再讲到一点点小细项，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说。再下一个点呢是可视性还有光线的改进。那可视性方面呢，包含减少了雾气还有烟雾在场上持续的留存时间。就现在如果爆炸或者是手弹丢过去，房子垮了之后呢，官方有注意到这些烟雾留存的时间跟他们原本预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会被减少。然后再来光线的改进啊，最主要就是针对室内室外过曝的问题。像是如果现在你有玩《战地风云6》，应该都知道室内进室外或室外进室内，不是超黑就是超亮，分分钟让你得青光眼哦。那这个东西也是有预计要修正的。再下一个重要的调整的项目呢，则是音讯档的调整。音讯档这边呢，除了各式各样的音讯重做，还有 bug 修正，包含武器啊、载具啊，还有各式各样互动时候的音讯档的修正之外，还有一个全新的就是增加了投射物飞过耳边的音效，就可能子弹划过耳边或炮弹划过耳边，会有全新的音效出现。再来第5个点呢是 UI 跟抬头显示器，就是整体界面还有选单的更新。官方是说做得更清楚也更易读，然后还有包含其他的像是延长赛的指示器，还有每场结束之后的 bug 修正，还有就是加入全新的新解锁标记，就好比说你解锁一把新枪或新的配件、新的道具，它会有个新解锁的标记，让你知道你解锁了什么东西。对，但是这个 UI 方面呢，不知道它改的怎么样了。目前游戏里面的选单还是维持的 beta 样子，非常的难操控。对啊，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改的好一点啊。现在那个选单的是要找东西，临时还真的会找不到。好，再下来最后一个重大更新，则是地图方面的更新，包含地图上面各式各样的材质，还有物品的错位。再来最后一个点呢，是地图方面的更新。一样啊，有的没的 bug 都有修，然后还有修正了重生时候的动画，还有跑出地图外面的问题。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在指用无人机 bug 卡到一些大家上不去的地方的问题啊。然后还有游玩征服、突破，还有突袭时候的整体稳定性，就是针对一些地图帧数还有运行时候的顺畅度做出了修正以及改进。那以上几点差不多是官方列出来最重要，你只要一更新游戏，马上应该就会注意到的6点重大更新内容。
接下来呢，我再从这个一连串的超长的更新清单里面挑出几个我自己是觉得比较重要，或者是说我自己有被影响到的 bug 修正来跟大家讲。因为一个一个讲的话应该没完没了，大家应该也不想听这么多，所以我们就挑几个重要的出来讲啊。那在玩家相关选项的分类列表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一个修正项目他说修正了当玩家跳跃之后，武器的不准确性会维持太长的时间。那相信如果你在这之前有在《战地风云6》里面尝试做一些身法的使用的话，应该就会发现跳起来跟滑垒的时候，有的时候它的武器的不精准度会非常的夸张，就是你已经落地了，或是你已经站稳了，子弹还是一样到处尿尿。那这个东西就是修正了跳跃的时候已经落地，枪已经拿好了情况下，子弹还是会乱飞的问题。然后下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是这个，就是当你从趴下变成跑步状态的时候，之前第三人称情况下看你是完全没有动画的，就是你是从完全定住的情况下从趴下变成跑步，然后他现在有修正这个问题，说会正常的播放第三人称动画，所以不会再看到一些剪纸人就是维持一样的动作，突然从趴着变成站起来的状态了。再来下一个点，我也是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遇到蛮多次的，就是之前在修正档更新之前的话，如果你在墙壁附近处决敌人的话，有可能会因为角色撞到墙壁没有办法正常的处决。那现在这个东西也会在第一季上线的时候正式修正，就处决敌人不会再因为撞到墙壁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然后再来下一个点原本以为它是刻意这样设计的，但没想到是 bug 就是如果你在武器开火的时候被近战武器捅到的话，会没有办法开枪这个问题。现在官方也证实这个是 bug， 原本你应该是可以正常继续开枪的原本我以为它是设计成被捅会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开枪之类的，原来是 bug， 对，这个东西也会修正。好，那玩家相关的重要改动差不多这样有很多有一些东西可能大家甚至都没有遇到过的 bug 修正了。那上面有提到那个大象就是各式各样的动画稍微播的比较快，或者是转换 transition 比较正常一点的，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再提，就因为大点跟他讲过。下面呢再来讲一下武器散射的一些更相关的资讯。那刚刚有提到嘛，这次它是重新重做并且重新调整，让突击步枪更像突击步枪，冲锋枪更像冲锋枪。因为目前游戏的现况就是冲锋枪在中距离甚至远距离反而可以打赢突击步枪跟卡宾枪就蛮奇怪的，所以这次官方有做调整。那这边有讲细项调整是有包含低伤害的武器将会获得更高一点的子弹散射，然后高伤害的武器将会有少一点的子弹散射。那这边它是没明讲哪些武器，但我自己在想应该就是像冲锋枪那一类的武器的散射会变得稍微大一点，就让它中距离比较没有那么有优势一点。然后再来就是突击步枪跟卡比枪那类的中距离应该会变得更稳定一些。大概是这样的调整啦，对吧？因为他也没明讲要第一季才可以知道到底做了哪些改动，就只有一句话而已，所以大家就先知道一下就可以。然后再来就是狙击枪的改动，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之前如果你使用非侦察兵以外的兵种使用狙击枪的话，你的子弹是会乱飞的。那现在这个东西呢是被移除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如果使用非侦察的兵种在使用狙击枪瞄准的时候，在瞄准的途中，武器的镜面就会开始晃动，造成其他兵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精准定位敌人在镜中的位置，同时呢也保留侦察兵种有的这个精准度优势。那这个调整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说真的，我看待这个东西的态度跟看待散步一样，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武器有散射或者武器有打不准的要素的话，应该具体的体现在玩家的画面上，而不是说整镜瞄起来镜是准的，但是子弹却乱飞，感觉枪管好像做歪的一样所以他这一次这样的改动，把狙击枪整体的不准确性直接性的体现在画面上面，所以这样子只要是技术好的玩家，或者是有兴趣学习狙击枪的玩家，不管使用哪一个兵种都可以正常的打出自己想要的精准度。然后再下来有一个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对，但是其实跟我自己是没遇到，然后应该也没有太多人遇到，但是我觉得蛮好笑的，所以我想提出来，就是他修正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玩家进入靶场之后会强制被关在靶场不能出来的问题就蛮好笑的，进靶场出不来只能关游戏的这个问题有修正。那如果你有遇到的话，你以后终于不会一个人被关在靶场里面不能排游戏了。好，那么到这边为止呢，差不多是这一次《战地风云6》第一季更新 Patch Note 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那其他当然还有一些像改进像是玩那个突袭模式的时候 ，MCON 上面装炸弹会有一个炸弹的东西在旁边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对。但是就是这些很小的东西然后这个 Patch Note 很长我也会把 Patch Note 放在那个连结里面，置顶应该是说明栏连结里面会放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太长太细的东西我就不一个个念了。
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你非常在意，我却没有提到，就你一直受到这个 bug 侵扰，但是最后终于修正了，你也很在意的话，也可以在下方去留言，让大家知道这个重大的问题已经获得修正了。好了，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差不多就先到这边。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呢，也不妨帮我按一下按赞、订阅，并且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些新知。那么我是小叶，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吧，拜拜，拜拜。